美國總統特朗普22日強硬表態說，美國必須得到格陵蘭島，並聲稱這是出於國家安全考慮，而非為獲取其礦產資源。如果美國真的得逞，就給全世界開了一個極壞的頭。將來任何國家、任何個人，只要他有點實力，就可以說為了我家的安全，你的就是我的，然後就搶過來。那麼中國是不是也可以說，為了中國國家安全，中國必須擁有阿拉斯加，或者中國必須拿下日本？看來啊，搶劫的基因是某些人特有的。這麼堂而皇之的操作，簡直毀人三觀。這是對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及國際法的強力打臉。這個世界似乎重返弱肉強食的時代。我們今天來看看德國媒體是怎麼看德國乾爸爸的騷操作，以及德國民眾如何評論此事。先看德國《時代報》的報道：唐納德·特朗普強力主張對格陵蘭島擁有主權，我們必須擁有它。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再次強調了美國對格陵蘭島的主權主張，稱該島對美國的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重申了美國對屬於丹麥的格陵蘭島的主權主張。基於美國的國家安全，我們需要格陵蘭島，我們必須擁有它。特朗普周一在記者面前表示，他以俄羅斯和中國在北極的角色作為理由。該總統稱，若沿着格陵蘭海岸觀察，到處都能看到俄羅斯和中國的船隻，這與礦產或石油無關。美國自己在這方面已經足夠。周日，特朗普任命了一名格陵蘭事務特使。他表示，路易斯安那州州長傑夫·蘭德里將負責此事。蘭德里隨後在社交平台 X 上發文稱，能以無薪身份參與使格陵蘭成為美國一部分的工作是他的榮幸。特朗普的言論及蘭德里的任命引發了丹麥和格陵蘭方面的強烈批評。丹麥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與格陵蘭總理廷斯·弗里德里克·尼爾森發表聯合聲明，表示不能就這樣吞併另一個國家，格陵蘭屬於格陵蘭人。此外，丹麥還召見了美國駐丹麥大使。自今年1月就職以來，特朗普屢次以國家安全為由提出對格陵蘭的爭議性主權主張，但近期相關討論已有所平息。格陵蘭是丹麥王國的一個自治地區，人口約5.7萬，其戰略位置使其成為美國導彈防禦系統的重要基地。此外，當地豐富的礦產資源也引起美國關注，希望對此減少對中國出口的依賴。好，朋友們，我們接着看德國《世界報》對此事的報道。吞併計劃，特朗普任命格陵蘭事務新特使，丹麥召見美國大使。自上任以來，特朗普一直對格陵蘭提出主權主張。如今，這位美國總統為其任命了一名特使，引發丹麥方面不滿。在總統特朗普任命格陵蘭事務特使後，丹麥政府將召見駐哥本哈根的美國大使進行交涉。丹麥外交大臣周一在 TV2 電視台宣布了這一決定。他稱，特朗普任命特使之舉完全不可接受。此前數月，特朗普曾多次揚言要接管這個資源豐富、隸屬於丹麥的島嶼。丹麥和格陵蘭政府還在一份聯合聲明中呼籲尊重其領土完整。我們此前已表明過立場，現在再次重申，國家邊界和主權受國際法保障。丹麥首相梅特·弗里德里克森與格陵蘭總理廷斯·弗里德里克·尼爾森周一表示，這些是基本原則。一個國家不能吞併另一個國家。特朗普公布人事任命。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理社交上公布了此項人事任命。特使一職將由美國南部路易斯安那州州長傑夫·蘭德里擔任。特朗普稱，這位同黨盟友將大力捍衛美國的利益與安全，並致力於我們盟友及全世界的生存。自今年1月就職以來，特朗普屢次以國家安全為由提出對格陵蘭的主權主張，但近期相關討論已有所平息。格陵蘭島約4%面積被冰雪覆蓋，面積約為德國6倍，但人口僅5.7萬。該島高度自治。
但正是隸屬於丹麥王國，是全球面積最大的島嶼。美方或希望與格陵蘭政府建立直接聯繫。據丹麥媒體報道，美國政府近期試圖與格陵蘭政府建立直接聯繫，但根據丹麥王國的政治慣例，凡涉及格陵蘭的外交、安全或防務事務，必須同時有丹麥和格陵蘭雙方代表參與。蘭德里在社交平台 X 上稱，能為使格陵蘭成為美國一部分做出貢獻是他的榮幸。他自2024年初起擔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長。至於特朗普為何偏偏選擇他出任特使，目前尚不清楚。從地理位置看，美國東北部各州距離格陵蘭更近，但這些地區政治上以民主黨為主。而從路易斯安那州州府巴頓魯日到格陵蘭首府努克的直線距離為4600公里。路易斯安那曾有美國購得，1803年，美國從法國手中購買了大片名為路易斯安那的地區。其中包括今天的路易斯安那州。特朗普在其首個總統任期2017年至2021年期間，就曾表示希望購買格陵蘭。對此，丹麥及格陵蘭自治政府均明確表示反對。以往美國總統通常僅在處理棘手談判或危機地區時才會任命特使，而與丹麥這類北約盟國的關係，傳統上一直由美國駐丹麥大使負責維護。好的，各位，德國《世界報》的報道就到這裡。我們接着看看《世界報》的網民評論。第一條評論：特朗普與普京精神上團結一致。繼續往下。美國人在這方面可是有經驗的，對付桀驁不馴的原住民群體，以及如何鎮壓、牽制他們，盡保留地。看跟帖。我認為這類出自德國的言論真是荒誕，更何況美洲原住民大多在美國建國前就被殺害，被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所害。下一則，我原本希望白宮的瘋狂至少在聖誕節節日期間能暫停一下，但看來是我想多了。格陵蘭、丹麥這顆藥丸還沒嚥下去呢，恐怕加拿大的那顆也懸了。繼續往下。不應將特朗普視為瘋子打發了事。無論是格陵蘭需合理治理，還是委內瑞拉作為南美洲的戰略支點，都是極為精明的選擇。而且此人行事頑固，並且極其政治不正確，正好讓整個左派陣營都跳腳。再往下，這一主張巧妙地轉移了人們對愛潑斯坦檔案的關注。奇怪的是，每當唐納德在內政和外交上陷入壓力時，格陵蘭就總被拿出來當作話題。下一則，不如去問問格陵蘭人，格陵蘭人自己作何感想？如果條件足夠優厚，他們或許不會直接拒絕。多年來，丹麥對格陵蘭其實並不怎麼上心，直到現在涉及自身利益才重視起來。看跟帖，其實更該問問東德的人，看他們有沒有興趣被出賣掉。再往下，特朗普想要格陵蘭，理由和普京想要烏克蘭以及巴爾幹地區是一樣的。說到底，一切總是又回到老路上去。再往下，尊敬的特朗普先生，您是否可以考慮為保護健全的常識，將德國也併入您的治理之下？在我們這裡，民主正徹底走向崩潰。我們也必須將左翼的塵埃從我們的機構中清掃出去，否則情況將持續惡化，選民行動過於遲緩。一旦反對派遭禁，他們很可能再無機會通過舊有政黨來反抗日益蔓延的威權式社會主義。下一則，他一定會得到格陵蘭，就看什麼時候了。就像對委內瑞拉那樣，一旦你不情願，我就動用武力。第一艘航空母艦就會開到格陵蘭附近巡航。特朗普和他精神上的兄弟普京一樣，是個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者。繼續往下，特朗普聲稱要為美國的安全及其盟友的生存而拿下格陵蘭，這使他已和普京處於同一層級。不過，儘管格陵蘭名字裡有綠，真要出現的恐怕不是綠色小人，
而是會穿着白色制服的家伙們，就像克里米亞那次一樣，真是有趣的時局呀。好，我們再往下啊。這種奇怪的論調，國家安全，這到底什麼意思？格陵蘭在多大程度上威脅了美國的安全？又在多大程度上將格陵蘭納入美國版圖就能提升這種安全？那照此邏輯，加拿大、墨西哥、巴哈馬和古巴是否也同樣適用？難道普京就因此再沒有機會進攻美國了？我對這種萬能擋箭牌式的國家安全說法完全不信服。即使俄羅斯真如假設般佔領格陵蘭，我也不相信這種事能神不知鬼不覺地發生，那也將是對北約盟國的直接攻擊。因此，美國的國家安全根本不可能因格陵蘭而受到威脅。下一則，最好讓特朗普來接管德國吧，這樣我們這兒終於又能有起色了。繼續往下。那麼，普京和特朗普之間的區別到底在哪兒來着？德國之士點評：假如某天美國真的接管了格陵蘭島，歐洲，特別是德國，也會像現在制裁俄羅斯那樣去制裁美國嗎？也會制裁美國的能源嗎？就是說，到時堅決不買美國的液化天然氣嗎？那麼到時德國又從哪裡購買能源呢？還是又花比美國液化氣再高幾倍的價格，從印度那裡購買從俄羅斯倒買過來的能源呢？好，繼續往下看。丹麥及屬地格陵蘭屬於歐洲，那麼究竟誰更有可能用戰爭波及歐洲？是特朗普還是普京？而屆時，歐盟各國又將作何反應？歐盟的互助義務實際上比北約的更具法律約束力。若非如此，荒誕可怖，幾乎可以說，這將是一場對歐盟的精彩實戰測試。好的，各位，我們最後看看德國《時代報》網民評論。第一條評論：當然了，國家安全，如果你把國家安全等同於原材料供應，那這話大概也沒錯。去他娘的國際法，去他娘的環境保護，去他娘的北約，去他娘的當地居民的民主權利。真正要緊的是赤裸裸的資本主義對自然的掠夺以及利潤的最大化。繼續往下，習近平想要台灣，普京想要烏克蘭，特朗普想要格陵蘭，這個來自紐約的小人也想加入權貴俱樂部，真是貪婪。再往下，萬一美國真敢動武，出兵格陵蘭，那就等同於對北約盟國丹麥宣戰。我倒很想看看倫敦、巴黎和柏林會作何反應。再往下，那樣的話，歐洲就再沒有一個美國人能安全了，這會帶來長期的問題。民主黨到時或許會試圖用金錢或外交手段，但目標卻是一樣的。就委內瑞拉一事而言，特朗普面臨的將是中國的制裁，而非關稅。此外，站邊 Jim Beam 威士忌已在加拿大遭遇抵制呼籲，已顯露出麻煩。眼下這些美國媒體被廣泛使用，不過是一時風潮罷了，他們早就不再是不可或缺的了。人們過去也不是非用 Instagram 不可，所以這種轉變可能來得很快。至於谷歌搜索，我早就對它不滿意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西歐在不久的將來必將全面部署核武器。下一則，我只能重申，國家安全是特朗普的胡扯，因為美國已經在格陵蘭島北部擁有一個大型軍事基地，丹麥和格陵蘭島沒有人想把他們趕走。如果格陵蘭島對美國的安全如此重要，完全可以與歐洲達成協議，格陵蘭島當然不需要被吞併。這真是個瘋狂的想法，源於愚蠢和妄自尊大的幻想。我不相信特朗普想與習近平和普京瓜分世界的陰謀論，那純屬無稽之談。下一則，特朗普想要格陵蘭，但他自己甚至都不敢聲稱對他擁有主權。主權主張源於權力，而特朗普的個人意願並不能創設任何權力。令人深感憂慮的是，美國竟選出了一位在智力上無能、品格上也不稱職的總統。繼續往下，
我認為是時候讓所有歐盟國家關閉美國軍隊在其領土上的軍事基地，並將美國士兵驅逐出境了。下一則，這是對特朗普所否認的氣候變化的直接回應。因為北極圈冰層融化，一條通往北大西洋的永久航道正在打開。美國的做法完全有其道理，因為歐洲根本缺乏足夠的軍事、財政和政治能力來抵禦中國和俄羅斯。歐洲自2014年以來，一邊私下說克里米亞就歸俄羅斯了，你們認了吧，原話出自施洛德，一邊又抱怨美國出於戰略考量，計劃向西北擴張，這顯然說不過去。丹麥很快將不得不提出一個能讓各方面體面下台的解決方案，因為我們歐洲在波羅的海、黑海和地中海地區承擔的責任早已超出自身承受能力。世事並非黑白分明，你必須面對現實。下一則，歡迎重回殖民主義時代。順便說一句，出於國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荷蘭必須收回紐約，畢竟我們這些友善的鄰國對此地擁有歷史性的主權主張。繼續往下，此事的措辭至今仍極其糟糕，無論是唐納德·特朗普還是美國，對格陵蘭都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合法主權主張。特朗普只不過是赤裸裸的想要吞併該島，而這種主張的缺失並非什麼有爭議的問題，恰恰相反，根據國際法，格陵蘭及丹麥的主權對美國乃至世界任何其他國家而言都是不可侵犯的，這點明確無誤。既然如此，為何不能對此直截了當地說清楚？再往下，貪婪，純粹是貪婪，但石油已是夕陽產業，美國將因此嚴重落後，而中國早已更明智地全力轉向可再生能源。下一則，也是最後一條評論，我感覺歐洲需要新的盟友了，照這樣下去，我們遲早會跟中國結盟。開玩笑的了，但說真的，歐洲必須鼓起勇氣抵抗，而不是一再退讓。而要提供道義支持，首先得擁有自己的軍事能力，而不是依賴美國。唉，人總還能有點夢想吧？哈哈哈哈。德國之士點評：可惜德國連自保能力都沒有，拿什麼抵抗？不過與中國結盟不失為好主意，只是從中國角度看，結盟的話，德國你夠格嗎？德國拿什麼來結盟？要軍事沒軍事，要產業。現在去工業化那麼嚴重，所以產業也快沒了。這位網民太高看德國，也太高看歐洲了。總之呀，朋友們，美國出了個特朗普並非壞事，讓西方、讓全世界人民看到秩序的民主自由的美國是怎麼在世人面前耀武揚威的。哦，對了，美國又在委內瑞拉非法扣押了一艘油輪。美國前2天還發動了對敘利亞的打擊，這太瘋狂了。而沒有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敢站出來批評一句。大家想想，假如中國像美國這麼做，西方國家又是怎樣的嘴臉呢？好了，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感謝各位，我們下期見。